你们知道吗？其实人民币上有一个小机关，只需看一眼就能轻松辨别真假。但是有好多人并不知道，尤其是现在的年轻朋友，毕竟他们使用的现金比较少。那么这些小机关分别在哪里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虽然说现在基本上很难用到现金，基本上都是手机一体化。无论是逛街买东西，或者是坐车、购物、逛超市，都是用手机支付。但是虽然这样，其实现金我们还是必不可少的，尤其是在我们农村，吃个喜酒啊，包个红包呀，现金其实都是用到的。但是有现金的地方就可能存在假币的情况。很多人通常辨别假币都是这样，要么拿一张这样看一看，其实这固然能看清楚，但并不是适合所有假币。还有的朋友就会这样拿手摸毛爷爷这个衣领，他感觉这样有没有粗糙感？没错，这也是其中一个方法啊。其实除了以上两个常用的方法之外，还有很多方法都能轻松辨别人民币真假啊。到底是哪些方法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，都是非常简单的哟。首先可以用两张人民币来对比一下，因为人民币它无论是上下左右，两张人民币都能无缝衔接。比如说这个花边，两张人民币对接在一起，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图案。然后再翻过来，另一条花边也能完整的拼接起来。接下来就是上下对接，两张人民币上下对接，它就会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凤凰图案。不知道这一点你有没有发现呢？再就是人民币后面这5条斜杠，两张对接起来也能拼成一个完整的图案。个人把这些方法称之为拼图法。当然，如果只有一张这样的人民币，我们也可以通过拼图法，同样的花案也会形成同样的完整图案。不管是前面的这一条花边，亦或者是人民币背后的这一条花边，同样能够给它拼接成完整的图案，甚至是上下对折，也同样会形成一只完整的凤凰图。因此啊，朋友们，只要学会这些拼图法，无论是一张人民币或者是2张，都能轻松辨别真假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借助手机，现在手机每个人都有，我们只需要打开手电筒，然后把手机倒扣过来，再把需要辨别的人民币放在手电筒上照一照，像这种安全线上面就会有100的字样，特别的明显。像这些字样基本上是不能仿制的，所以这也是一种防伪标志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通过手电筒的光来照射空白处，而空白处有一个毛爷爷的头像，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防伪标志。当然，人民币中间的这一条金丝线上面，仔细看，用手电筒依然能够照出100的字样，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防伪标志。所以啊，我们通过手机的手电筒
也能轻松分辨人民币真假。个人把它称之为手机辨别法。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准备一张纸巾，当然无论是这种餐巾纸或者是其他的什么，只要是白色的都可以。这里我们把纸巾给它叠起来，稍许叠得厚实一点。接下来再把需要辨别的人民币找出来，然后用纸巾在人民币上来回摩擦。这时候无论是100的、50的、20的、10块的、5块的，甚至是1块的，都会出现掉色，这就是正常情况，也是其中的一个辨别人民币真假的方法。个人把它称之为摩擦辨别法。最后一种方法，找出需要辨别的钱，再准备一杯水。接下来我们需要用手指沾上一些水，然后滴在人民币上，这样无论你怎么用力搓，人民币都不会出现破烂的情况。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遇见过这种情况，比如说你洗衣服的时候忘记把人民币拿出来，而在洗衣机里面就算洗上个半个小时甚至是1个小时，然后才发现里面有钱没有拿出来，这时候的钱其实它只会打湿，并不会出现破碎的情况。因为所有的人民币它材质比较特殊，因此它遇水是不会破掉的。而如果你遇水，人民币就破掉了，那说明这张钱它是假的。就像平时你忘记拿出来的纸巾，在洗衣机里面随便一搅，简直是破得稀碎。这就是特殊材质与非特殊材质的区别，个人称之为滴水辨别法。当然了，朋友们，以上几种方法是个人认为比较好用的，也只属于个人观点，仅供参考。如果你还有更多简单又实用的辨别人民币真假的方法，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。而如果你觉得我这几个方法还不错，或者对你有一点帮助的话，那么就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一个赞吧，因为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